注意看，这辆白色的跑车在超过 NPC 后突然减速将它逼停 ，NPC 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车里突然冲出一位手持步枪的老哥，原来是来化缘的。好在车门已经落锁，老哥狂按 F 键却依旧打不开，最终化缘失败，只能无奈离去。这大白天都如此猖狂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直升机才刚赶到现场，就看到佛罗里达州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辆白色的跑车。根据报案人所描述，车里一共有2位老哥，他们手持武器摸进了富人区的一户人家，摸走了一块劳力士和不少的现金。临走时还顺势摸走了这辆车。这次行动收获满满，但只有摆脱了身后的阿 Sir 才能落袋为安。可以看到，向来以勇猛著称的 FHP， 此刻在老哥面前却是大幅度落后，可见老哥的实力非同一般。和洛圣都常年有3、4架直升机在头顶悬着不同，佛罗里达的直升机都是碰到了特殊情况之后再起飞，所以当直升机到达现场之前，老哥和阿 Sir 已经拉扯了10多分钟。换做一般人，在佛罗里达的阿 Sir 面前是坚持不了这么久的。然而这位老哥始终都将车速保持在了200公里以上，纵使阿 Sir 想用群狼战术，也根本找不到机会将他包围，别说是短时间内将老哥拿下了，就连想保持在同一个镜头都成问题。而就在说话之间，老哥的这波操作又领先了不少，直升机把镜头拉远一看，身后500米都没有看见氛围灯的踪影。如果换作在洛圣都，这边已经有了消星的契机。好在老哥所处的位置是高速，四周空旷无比，直升机的视野极佳，纵使老哥再快也逃不过直升机的镜头，而能够将阿 Sir 甩到看不见尾灯。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功不可没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雷克萨斯 LC500， 这辆车搭载5.0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71，100公里提速4.4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70公里每小时，颜值更是帅到叫男人无法抗拒。可以看到，这辆车在老哥手上虽然只开了10来分钟，但老哥却已经将其完全驾驭，一路上左右开弓，超车无数，果真不是自己的车，踩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。可偏偏发动机却爆发出了悦耳的轰鸣声，这是在原车主手上从未体验过的转速。身为外观帅气、动力强劲的跑车，这才是他应有的使命。随着老哥一阵暴力的输出，第一批跟在身后的阿 Sir 已经彻底跟丢，能将身经百战、见过大风大浪的 FHP 逼到这种地步，可见这位老哥确实有点东西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没想到这位老哥已经达到了6星的巅峰，可见佛罗里达不养闲人，并非说说而已。而老哥连续经过了多个匝道口都没有下高速，这让阿 Sir 可以轻松地预判出他的线路，于是立刻呼叫前方就近的队友前来协助。如果论支援的速度，佛罗里达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。此刻一大波阿 Sir 正在集结，而对此毫不知情的老哥继续一路狂飙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只要速度够快，谁来都一样，又怎么会怕他几个支援的队友？而随着这辆车开的时间越来越久，老哥也是愈发跑得得心应手，面对一波又一波车流，反而更加精神抖擞。这种状态保持下去，说不定还真就能走。而此时老哥更是贴着马路沿子完成了一波极限超车，这种速度的后驱车一旦进到草坪，极有可能会出现车身打滑的情况，可见他是真敢操作。这6星大佬的实力果真是恐怖如斯。而就当老哥沉浸式的进入了忘我般的状态之时，直升机拉远镜头一看，身后已然多了一位追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来的。这位阿 Sir 距离老哥竟然只有近100米，看着来势汹汹的样子，似乎还想一鼓作气将老哥一举拿下。这个架势，看来老哥今天是遇见对手了。从阿 Sir 这辆车白绿相间的涂装来看，这位阿 Sir 并非州警，而是来自迈阿密戴德县的一位阿 Sir。没想到州警没跟上，却派出了县警来接力。这佛罗里达州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？看清了来将，老哥便准备发力，给这位阿 Sir 一点颜色瞧瞧。一脚油门下去，车速已经突破了220公里每小时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并没有全程保持在一条车道上，而是趁机找了一个空档，从最左侧去到了最右侧。从直升机的视角来看，显得有些花里胡哨，可从阿 Sir 的第一视角里，只是瞬间就已经看不见了老哥。没想到拉扯了这么久，老哥还有如此爆发力。看到老哥这么强悍，直升机
机也不看好身后的阿 Sir， 索性调整镜头，将特写给到老哥。而看老哥这个架势，似乎并没有打算就此作罢，保持着车速想将优势扩大，哪怕前方车流变多，他依旧在全速，怕什么怕？可后面突然冲出的白色道奇充电器，叫老哥临时改变了计划。这一顿操作下来，阿 Sir 居然没有跟丢，佛罗里达果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眼看在高速上占不到这位阿 Sir 什么便宜，老哥顺势右转上了匝道。别小看这普普通通的一次转弯，这突然改变的线路，将阿 Sir 们的计划全部打乱。老哥下了高速，意味着好不容易才集结到一起的阿 Sir 全都白费。现在只希望这位阿 Sir 和直升机能够顶过这一片空窗期。如果说刚才高速上车少路宽难度不够大，现在来看看到了市区老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面对着第一个车缝，老哥还有些许犹豫，但经过这次尝试，他对车宽已经有了把握。第二个车缝直接开钻 ，NPC 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哥就已经出去了近100米。尽管只有2车道，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老哥的发挥。看似无法穿过的缝隙，老哥却是使出一招闪电跑法，只是瞬间便完成了突围。对这条线路和这辆车适应的如此之快，这就是半步七星的实力吗？或许是觉得这样操作依旧达不到预期的速度，老哥直接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这番操作考验的可不仅仅只有技术，要是稍不留神，就有可能被 NPC 给结束。而正是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，哪怕身后的阿 Sir 有着氛围灯的加持，却是完全跟不上老哥的节奏。已经许久没有进到过直升机的镜头，反观老哥是越跑越放得开，操作也愈发大胆了起来。这一次不仅去到了对面车道，甚至在面对前方车水马龙的路口，他还打开了色盲模式。不是吧，这都能过去？仿佛是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条路上的规则，路上的 NPC 已经无法对老哥造成影响。在面对前方慢吞吞的车流时，老哥一脚油门又完成一波极限的超车，但凡多犹豫半秒，这一下就会直接拱上花坛。而眼看老哥玩得越来越嗨，看不下去的直升机连忙呼叫了地面部队支援。还真就有一位阿 Sir 在这个路口守株待兔多时，老哥才上高速，他就立刻起步跟得上来。看来这位阿 Sir 有点意识，成功预判了老哥前进的方向。但至于能不能跟得上，还得看这阿 Sir 的技术怎么样。至于老哥所走的方向，直升机很快便发现了情况，因为这老哥绕了一大圈之后，居然又在往回走。看来他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准备回到他最熟悉的地盘。大约估算了一下时间，这位老哥和阿 Sir 的拉扯已经开始了40多分钟，跑过的距离更是横跨的2个城市。如此高强度的驾驶，纵使车受得了，老哥的膝盖也不一定顶得住。真该试试妙界 F2 膝盖按摩仪，每天热敷加按摩，体贴舒适感拉满。阿 Sir 我要打报告，妙界热敷面积做了大升级，内侧用的银离子面料，走温效果特别到位，再配上草本艾绒包，烘暖膝盖又暖心，驱寒祛湿，用下来真值5星。我平时运动完带上，就爱开个高频按摩，手法嘎嘎准，跟老师傅一样，揉捏捶打，疏通经络，护膝同时减少损伤，膝盖酸痛立马刹住车。不光我年轻久坐久站需要按，爸妈年纪大了更得背着用，拖到关节坏进手术室就麻烦了。日常养护真得趁早，妙界5档热敷6档按摩，膝盖手臂肩膀都能用，贴合设计，带着不耽误活动。一家人的日常养护它全包，还有大屏书显、语音播报，长辈拿到手不用教。趁年货节抓紧领券，底价到手送运险，保价1年，质保售后都靠谱。礼盒包装自用送礼，抓紧入。但哪怕是经过了如此高强度的驾驶，此刻老哥的车速依旧是丝毫不打折扣。右上角的雷达显示，老哥的平均车速始终保持在200公里左右。不得不说，这车的机械素质也是相当优秀。你只管踩油门，动力我管够。此刻的老哥还在不断的秀着操作，而刚才半路杀出的阿 Sir 早已没了踪影。这已经不知道是老哥甩掉的第多少个氛围灯，但这么一直跑着是挺爽，阿 Sir 也拿他无可奈何。可只要摆脱不掉直升机，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将失去意义。而截止到目前，这位老哥的操作虽然了得，但却没有做出任何针对直升机的行动。也不知道是地形的条件不允许，还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天上有直升机的存在。毕竟佛罗里达很少有直升机出动，两位老哥没有意识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就当所有人都在猜测之际，老哥毫无征兆的下了高速。此刻的阿 Sir 至少落后了老哥1公里以上。这个时候如果想有所行动，绝对是最佳的时机。而我本以为老哥的目标会是天上的直升机，结果他却盯上了前方的这位 NPC， 一脚刹车将这辆灰色的轿车缓缓逼停。这是没油了想换车，还是想趁阿 Sir 看不见时来个偷梁换柱？只见副驾的老哥拿着一把步枪就冲了出来，这场面将 NPC 看得瑟瑟发抖。好在车门拉不开，老哥也不敢耽误太多时间，只能回到车上寻找下一位幸运儿。这位 NPC 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一劫，而老哥的这番操作失败倒是给了阿 Sir 极强的信心，因为老哥选择换车最大的概率就是因为没油。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两人再跑下去也坚持不了多久，看来是时候施加压力了。
直升机拉远镜头一看，警用直升机也早已赶到了现场。在佛罗里达州，这可以说是牌面已经拉满。这个成就达到的老哥并不多。当直升机回看老哥时，发现他居然乖乖的等起了红灯。不对，等红灯哪有开车门的？这老哥分明是已经有了新的目标。这次由主驾的老哥带着大宝贝冲向了后面的特斯拉，看上去这应该是一辆 Model 3。在和车主进行了一番友好的协商之后，老哥成功按 F 键打开车门，顺势将车里的老哥给拽了出来。这游戏画面做的那叫一个真实。而副驾的老哥眼看队友得手，也是第一时间下车跑了过来。和他一同过来的还有这辆雷克萨斯以及身后的一对氛围灯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隐藏式门把手老哥怎么都拉不开，而阿 sa 越靠越近，车里的老哥只能开始倒车。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你看身后的氛围灯比前面还要多出几倍。没上车的老哥发现上了车也不一定走得掉，索性选择了分道扬镳。而车里这位老哥本就车技了得，一路倒车寻找合适的逃跑机会。阿 sa 则是全部掉头，不断的靠近，给他施加压力，既要顾前又要顾后，一时间叫老哥有些分神，一不小心就撞上了这位 NPC。可老哥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，一脚油门再次突围，躲开两人，却是被第三位阿 sa 正面截停。选择这种方式，看来阿 sa 也确实没招了。可这老哥手上还有一个大宝贝，阿 sa 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等老哥自己下车。面对多个角度的包围，不想吃花生的老哥还是选择放下家伙下车投降。然而当他趴在地上时，发现身边的阿 sa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，于是立刻起身开始了第二个项目。将阿 sa 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老哥不仅是车技了得，跑步和跨栏也是天赋异禀。才短短的10来秒，就硬生生的将阿 sa 的防线撕开了一道缺口，将所有人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。就在老哥还在为自由拼搏之时，他的队友已经先他一步落网，跨过了这片小区。前面有一条运河挡住了老哥的去路，而且据当地人称，这条河里还有鳄鱼。可此刻的老哥没有惧怕，只有对自由的向往。叫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老哥除了车技了得，跑步速度一流之外，居然还会游泳，哪怕是狗刨也是我多年都没学会的。当阿 sa 赶来之时，老哥已经成功上岸，接着又是一顿飞奔。好家伙，和这葛寨玩铁人三项了。但不得不承认，这老哥的体力是真叫人佩服。高强度驾驶衔接一个100米冲刺，再来一个游泳，起身之后衔接一个800米的中长跑，有这体力不去拿金牌真可惜。而最终老哥因为体力不支，藏进了一家民宅。阿 sa 在确认目标之后，很快便将这里团团围住。随着门口的阿 sa 越来越多，再僵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最终老哥也只能选择出门投降。至此，这位半步七星的大佬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从阿 sa 将他一路架起摁到车上就能看出来，这位老哥到底给他们惹了多大的麻烦。经过调查，开车的老哥名叫马修·盖默，他的队友名叫爱德华·福斯特，两人都是22岁。别看年龄不大，但却是经验丰富，因为这两人的前科最早可以追溯到13岁，而最近的一次就在2个月之前。而这两人作为搭档，各自主修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，一人主修零元购和劫车，另一人主修自由搏击、武器和管制药品，好一个最强拍档。按照他们这一次所犯下的事情，最高可以判到20年监禁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年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最终的结果。好了，虽然这件事情闹得轰轰烈烈，但好在老哥车技了得，并没有出现任何人受伤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